大家说还要看这个画这个绣球形的，那我们就画一个绣球形的好不好？那我几点颜色已经没有颜色了，我们用这个大红和鹅黄。曙红胭脂，我们把这个大红和黄调和一下。大红和鹅黄调和一下，然后底色的话还是用我们前面这个底色，这个底色已经没有了，加一点颜色进来啊，把这种里面的这种什么颜色都加进来都没关系。其实调色没有那么严格，一定要按照我一模一样的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大红色水分太大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我一调，这个水分就掉一盘子，这个肯定是水分太大。水分太大了，你要吸掉一点点，把这个笔上的水分，你可以拿一张纸来吸，来吸掉一点点水分。然后我找了一朵这个绣球形的，虽然这个形态不太好，我们就画它吧。好，我们画中间这一层是个绣球形的，那么中间这都是一些碎花瓣。碎花瓣是怎么样的？就是你随意的画，就是这么随意的去画。你看你想画出什么样的形状，你就画怎样的形状，大的、小的，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的花瓣，你就这么去表达。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，就是自由的。画画就是要自由，心自由，笔要自由，手要自由。好不好？你看，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就是没有拘束性，就没有一定说你要怎么画。这个颜色很美，今天我就是试这个颜色，所以这个盘子里就多了很多颜色，就是为了看一下能够试出什么样的颜色来。这个大红加鹅黄，然后调一点这个曙红，这个颜色还是蛮鲜艳好看的，好看吗？这个颜色。好的这个碎花瓣，好，这边的花瓣，来往这边，有大有小有变化。如果画的话可以很快，可以随意的去画，你可以这样子这一笔那一笔，直接这么去点也可以，直接这么去点都可以。好，这个大花瓣，这么多小花瓣，我们偶尔来一个这种大一点的啊，这中间偶尔来一个大一点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对比和这种变化，看没有？有大有小有变化，它才会好看。来，继续小花瓣，小的、大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去点它，一点一笔就是一个花瓣。来，继续补充颜色。补充颜色，这个笔根的地方要有深色。拿这里又来一个大的，好，又来一个大的。现在我的笔完全就干了，已经干到这个毛都撕开了，太干了。我们加一点底色，来继续调色。
那么现在我们要画什么？要画这个上面这一层。那上面这一层这个颜色是最浅的，我们就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调一点点这个大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也是一样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点它，点。这一层是这个虚的花瓣啊，比较虚的。这一朵花比较特别，它这个花瓣都比较长，它虚还长。我们要抓住这个特征呢，抓住这朵花的它这个特征。那它比较长，我们就画出它的花瓣的长的这种特点。来，我们这个底色又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再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这个底色，然后调色，少调一点点哈，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这边还来一点深的。来，这个花瓣我们伸出来，这个花瓣上面这个花瓣都是它的特征就是这样子，比较长一点。我们要画出它的特征，抓住它的特点、特性。颜色脏了也能用吗？脏了也可以，只是它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而已。那这花瓣有一些大的，直接这么去点哈，点越到上面越虚。我们这个底色又没有了，没有底色，我们又要蘸一点底色，蘸底色稍微一点点颜色，因为到上面来这个花瓣太浅了，基本上没有颜色，只有这个底色，就直接用这个底色去画，要小小的，要抓住它的特征，特征就是这个花瓣都是碎的、小的，而且要有这个笔触感，你不能一笔下去，一笔下去你也画不出它这种感觉来。所以要抓住这个花的这个特征、特性，就像你画这个人物一样，你要画这个人物，你要写成这个人物，你要抓住它的特征，你把它特征把它放大化，这个你才画出来，它才像。小小的这种花瓣，来，这个上面就是虚的，中间这是实的。绣球型的容易一些，绣球型的是容易一些，但是呢，你要掌握好它这个形，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来，我们下面的花瓣继续，我们再来画这下面这一层的这个大花瓣呢。来画下面这一层大花瓣，来调色还是一样，把这个大红均匀调一层在笔肚。来画这个大花瓣，我们要把颜色调饱满了，调得很饱满，颜色调饱满，调很深，然后调这个曙红也是一样，要多调一点曙红，然后要调胭脂。多调一点曙红之后，这个胭脂它才会鲜亮，才会好看。曙红少了，你这个颜色就会暗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大花瓣啊。来，先来一层这个大花瓣，加点颜色。这个一个花瓣。在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，来这样子来一个花瓣，有的。这里来一个花瓣，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再沾一点底色，来蘸一点底色，继续调色，
就是我们写生这个花朵的时候，你掌握它的大形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胭脂，这个曙红调的不够多，胭脂就会黑，所以我们要多调点曙红，再去调这个胭脂。来，这个下面继续来一层。这个大花瓣一层一层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基本上画一个大花瓣，这个颜色就没有了。我们再来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来，这边的这个花瓣也是一样，比较长一点。笔尖补充一点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笔肚上再沾一点底色，这个底色已经快没了。来，继续。其实到下面我们最好这个底色要重新调一下最好，这个底色要加一点其他的颜色，把它变深一点才好。好，我们把底色里面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把这个哇太多了。下手太狠了，要加一点绿进来。太红了，加点3绿吧。底色下面一层要深一点，这个层次才出得来啊。这个也是这个花的这个层次，要想出这个层次感，好看的这个层次感的这个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下面这个底色我们要调深一点，调成这种灰的这种感觉，调成灰的，加3绿进来，它就会变灰。加点3绿，加点胭脂，它就会变灰了。然后还是一样，其他颜色还是一样的调啊。来，还是调这个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。来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来一个大花瓣，笔尖要有点深色。这个大花瓣长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一个大花瓣啊，下面这个地方来一个大花瓣，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看一下，你到最后就去观察，看是哪里需要有花瓣，你就去哪里加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然后我们再去调整整个花型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再去加太多花瓣什么的了。现在就调整这个花型，你看这个到后面这个颜色它又是深了一个度，又会有一些区别。还是一样，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底色啊，不要太多了啊。我们来调整这个花的外形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一点点这个花瓣，补充一点点这个花瓣。
这里可以伸出来一点点，让它有一点点这个跳出来这种感觉。再看一下这个外形。哎呀，我这个指甲把这个花画掉了，把这个纸画破了，可惜了这一朵花。然后我们可以反笔来稍微的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试一下颜色的深浅啊，千万不要太深了，不要破坏这整朵花前面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加长一点点，把这个地方。不要破坏它这种感觉，颜色要差不多。好，基本上这朵花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哈，不用再加太多了，就这样子，让它形状不要太那个规整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中间的这些深的地方，你可以再加深一点，让深的更深，让这个该深的地方更深一些。好，这朵花其实现场看这朵花很美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看的这朵花好不好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视频里面看这朵花好不好看。你看这个是写生的，按这朵花写生的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真实的这个物象来对比一下，像吗？像吗？特征有没有扎整？就是你们画这个物象的时候要扎整它的一个特征。然后今天这个颜色也特别整，颜色也特别整啊，颜色也扎的特别整。当然差不多，也没有说完全一模一样，因为它这朵物象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它上面比较大，下面会比较小。但是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把下面画大了，上面画小点，这样子它会更加美观一些，好看一些。如果我们把上面画大，下面画小，这朵花就我们画出它就觉得有点奇怪。这个就是它也是一个绣球型的，当然绣球型的它也有很多种，它每一个绣球型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。看一下，还有这个也是绣球型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也是绣球型的，这个也是绣球型的，但是它都长得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也是绣球型的，但是它都长得不一样，每一个绣球型的都长得不一样，但是它都很漂亮。它这个就特别一些，你看它这个就比较常规，是吧？这个比较常规，它画出来可能就没那么好看，但是它这个就很特别，画出来它就很美，很好看。正好这里有这个多余的这个画叶子的颜料，有画叶子的颜料，我们就添上叶子吧。这种花心，这种花其实看不到花心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没有看到花心，看不到花心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怎么加上这个枝干，怎么加上叶子比较好看。要有这个特别性啊。本身如果常规的话，我们可能从这里长出来，它比较常规。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这里长出来啦？应该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画上这个枝干哈，来加上这个老枝干。好，来这个枝干我们正常从这里出来，这里出。好，往这里出吧。好，这里来，这里出，这里出，这里出一个老枝干，然后我们再来出一个嫩枝干。好，这个嫩枝干，你看这个老枝干很短，我们要把这个嫩枝干画得很长，
枝干从这个正中间出来。好，这样子一条下来，一条下来，不要太直了，也不要太弯了，我们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弯度。好，来画一下这个小嫩枝干与老枝干衔接的地方，这个小嫩芽。哎，这个笔太大了，不能用这个笔。藤黄加这个胭脂来画这个小嫩枝、小嫩芽。来看一下哪里画叶子啊？这里画一组，这样子挡住这个枝干。这里来一组，先把这一组都画了，先把这一组叶子先安排了先。叶子的话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，然后我们笔尖上再蘸这个浓墨，笔尖蘸这个浓墨来画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一片叶子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一片，这里一组，让它有个遮挡的这种干系。好，我们下面还会有这种层次，让它有这个把这个枝干给挡住。下面这一层我们可以画淡一点，让这个叶子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这一组叶子让它出去。这里画一个小的组合。这里直接这样子长出2朵花来，我们从这里再出一个短的枝，
让它穿插，有一个小小的穿插的感觉啊，让它有一个小小的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当然我们干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枝干还可以去把它调整一下。那像这些最好是干了之后再去调整比较好啊。现在湿了调整它，等一下还会晕开了。那这里来一个小小的这个穿插的这种感觉，这个小穿插的我们也要画出这个小嫩芽。就这样画一个小嫩芽就好了。这个嫩芽我们也让它可以穿插一下。好，这个小嫩芽就让它这么小吧，不要太长了，就这样吧。来勾一下叶筋，勾一下叶筋，再不勾叶筋真的干了。我们来勾一下叶筋，用这个浓墨来勾。这个浓墨也太浓了，都勾不出来，都已经干了。随意的勾一下就可以了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勾太明显。好，我们的嫩叶上再勾一下，嫩叶用这个胭脂勾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点一下花心，这个花心点的随意一点啊，就是本身这朵花我们是看不到花心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让它这个花有这个点，我们一幅画里面有这个点线面，那有点有线有面，它才这个完整。你看这个枝干，它就相当于是这个线的。不要点太多，哎，这里偶尔跳出几颗来。好，我们就点这么多就可以了，不要点太多，偶尔露出一点点，而且要有这个疏密关系，还有这个聚散关系。